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们接下来带大家来看哦，这美国有史诗级的查账，查到什么呢？哇，真的是我自己看到也吓了一大跳。众议员说这个华府有资助给恐怖组织哦，而且是给现金。这是美国的国际开发署遭爆料说，资助恐怖组织，包含这是博科圣地 ISIS-K 跟基地组织哦，而且美国每一年拨款了6.97亿美元哦，这相当折合新台币是227亿元哦，给这些组织，而且还透过现金运送提供额外的资助。好，现在共和党籍的这个众议员派瑞就说，这纳税人的钱正在资助恐怖主义的这件事情必须赶快停止哦。那川普则认为说，这国防部的预算中可能还隐藏着数十亿甚至数百万美元的诈欺跟腐烂的这个福报的状况。好，但我自己个人认为哦，这川普不是没有当过总统哦，这件事情不会是在拜登任内或是民主党才有，所以他或许该这个检讨一下自己。好，不过当然，美国空军时报也曾报道说，第60空运中队的 KC-10加油机的专用咖啡杯哦，这个2016年来是大幅上涨。我们先讲一些比较怪异的哦，像是军方哦，当年仅买了25个杯子就花费了3.2万美元，然后就说这又是塑胶把手容易断呐，然后3年内又花了5.6万美元来维修，哇，不知道什么昂贵的杯子哦，就一直推高成本。好，那马斯克现在不是效率部的吗？他曾严厉的批评说 F-35战机的项目哦，又说它的性价比最差的军事项目，那终止 F-35计划，他认为实际上每年就可以省120亿美元哦，哇，这可以随便乱终止吗？也是可以再来讨论一下。好，但是呢，我们知道美国这边哦，他们有这个在苏伊士运河这个货轮 AIS 哦，保持一个开启的状态。美国的这个航母跟商船发生了碰撞。好，中国大陆这边哦也做了3D 的还原这个碰撞的过程哦，就说呢这个美军航母哦就没有开启这个 AIS。事故后照片也显示说，货轮疑似哦是右舷跟美国的航母一侧的甲板下的舰艇发生了碰撞，造成了船体的一个伤害哦，这是中国大陆做的一个3D 还原碰撞的过程。好，当然哦，这个苏伊士运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航道嘛，所以出现了这个重大的海难，会不会对航运造成了影响呢？而且作为核动力的航母，就发生碰撞可能会有一些核安的风险。再来就是美国空军哦，不只是这个航母，空军最近也是空难不断哦，积温不断。美国在川普2.0上任之后，我看到这内部真的是大不平静哦，包含了之前这个加州先是有野火的这个肆虐嘛，现在又面临了严重的土石流，所以相关的画面我们带大家来看。那像是德州的南部哦，接近美墨边界的地方哦，在深夜也发生了规模5.0的极浅层地震。然后还有呢，西维吉尼亚州哦，维吉尼亚州跟肯塔基州以及阿肯色州还有田纳西州，数十万名的居民哦，处于洪水紧急的状态哦，而且收到了警报。密西西比州、田纳西州西部还有阿肯色州的东南部也发布了多起的龙卷风警告，这些都是天灾哦。当然不止天灾人祸呢，我们来看哦，大家对于 Elon Musk 削减成本的举措，所以呢，把特斯拉找不到 Elon Musk 就去找特斯拉，把他们的展厅当做一个目标哦。所以可以看到，它大幅削减哦，也让抗议者聚集在美国各地的一个特斯拉的展厅外面来抗议它的大幅度削减哦。那甚至特斯拉工厂外也有抗议者举标语说哦，这拔掉封马斯克的插头，还有说停止政变，还有驱逐马斯克的相关标语哦。可见蛮多民众对于马斯克的相关效率部的这个举措蛮愤怒的。好，当然我们要看到海外也有很多地方掀起了一些反美潮，包含是加拿大。好，加拿大之前被川普说要变成我们的51州啊，甚至也要对它课关税哦，现在稍稍延后一点点。但是哦，也有温哥华市中心的美国领事馆外，我们就看到了，抗议者挥舞着加拿大国旗哦，而且说这个强大独立的加拿大要求川普下台哦，因为像是卑斯省居民就说，我作为加拿大人，我非常的骄傲，不用你美国来指手画脚啦。好，那也有数千人哦，这蛮多人潮的，游行到了美国驻伦敦的大使馆，他们抗议川普对加萨地带的种族清洗计划，而且说这被认为是非法而且残忍的。有一名87岁的大屠杀幸存者就说，美国总统
永久迫使巴勒斯坦人要撤出加萨，这是一个很不道德而且非法、不切实际而且荒谬的一个决定。好，那我们也看到，对于非法移民，就川普非常的希望能够有所作为嘛。这个有第2架的，再有116名印度非法移民的美国军机降落在了阿姆利则所以他们这个旁遮普邦首席部长就批评说，哇，这个中央政府允许美军机将这个被驱逐者运送到这边，真的太荒谬了。好，那川普也会晤了印度的总理莫迪。我们最后带大家来看一个画面因为他有抱怨印度记者。我们先来看一下。Last few years, we have seen several groups in the U.S. raising anti-India voice, calling about separation terrorism activities in India. Do you think that should continue here in the U.S. as well? You're going to have to go louder. Mr. President, people in India would be welcoming your decision to extradite Tahabur Rana to... I can't understand a word he's saying. 我觉得蛮夸张的这一位驻美印度记者提问有关在美国反印度活动的问题，他不知道是不想回应问题呢，还是怎样，他就说，你这个我听不太懂，说他口音太重一个字也听不懂，直接跳过说下一题。哇，真的，川普的白人至上主义完全展现在这个记者会场合。好，所以我们首先要问彬哥，哇，整个美国大乱啊！其实这个 USAID 它会资助这些地方，大家觉得很奇怪吗？实际上，我们过去很多年都一直在讲，美国其实这些恐怖组织，大部分全世界上的恐怖组织，大部分都是美国在培养。那现在美国人自己终于发现，所以这就是美国就是世界的乱源，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情，只是美国人过去不知道而已。那现在美国人自己也发现，原来就是你们在搞这些事情。你看这种什么伯克圣地啊、ISIS 啊，这些都是美国自己认定的恐怖组织啊。就是你自己认定，你自己还去资助他。那美国为什么要做这些事？美国无聊吗？不是，美国就是希望这些组织在全世界各地作乱，因为当这些组织在全世界各地作乱的时候，美国的军事力量就可以介入，美国就可以赚到利益。这就是美国人一直在做的事情啊。所以我觉得他揭发这个东西，美国人自己要去正视，过去到底有多少坏事、肮脏事是你美国人干。实际上，我们过去也讲过了，包括以前的伊拉克的海珊。然后包括宾拉登，包括世界上一大堆的这些恐怖组织，当初是谁在培训？是 CIA 在培训，都是美国人自己在训练他们，然后自己让他们作乱，就是这样子而已啊。那马斯克当然他上来雷厉风行，他还找出了很多问题。实际上 F-35这个本来就是一个问题很大的一个案子，因为他当初对他们期望太高，所以本来是为了省钱，把所有的构型全部都用在不管陆军、空军、海军，全部都要用 F-35。然后就给他施加了太多的各种不同的设计变化，就造成了他其实问题重重。其实 F-35现在陆陆续续在各国使用，都发生了一些问题，所以马斯克会认为这是个有问题的案子，是个浪费钱的案子，其实没什么不对。但是问题是，好，你现在把 F-35停下来了，那美国第6代战机的计划什么时候要出来？那难道美国现在不补充他的军事力量吗？所以这个对美国来讲也是个大问题，他怎么去解决？那最近这几年呢，其实你可以看到。美国自己也面临兵源不足，所以他们每一次，包括航母啊这些，在海外的滞留时间越来越长。为什么？因为没有人可以替换。那也因为这样子，造成了包括他们军纪也好，或者是整个训练也好，都出现一些状况。那这次在苏伊士运河，你一个航母会去跟货轮发生撞击，这个听起来是很不可思议的。因为航母跟货轮都是非常巨大的东西，你们彼此都不知道对方要经过这里吗？怎么可能？对不对？那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这不是开不开 AIS 讯号的问题，而是这2条船应该远远的彼此都发现对方了。那为什么都没有停下来？双方就硬要这样过去。所以我觉得这个恐怕有在检讨的必要。然后美军这几年其实除了这些事件之外，其实美国海军就是轻生的人数也大幅提高，所以他们军队内部肯定出了什么问题。我觉得美军如果没有办法尽速正视部队内部的问题，恐怕他的战力会直线下降。因为部队内部如果士气不振的话，这个军队根本很难打仗。那至于说天灾这种东西，美国本来是个大国嘛，天灾一定会很多，就像中国也到处都有天灾一样。因为你的疆土领域大，天灾就一定会多。其实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可是人祸呢？你看美国很多天灾后面伴随的人祸是什么？比如说之前洛杉矶大火，我们就发现多少人祸。那现在美国也是一样，
因为美国的基础设施这么多年来一直持续没有更新，所以发生天灾的时候，它的应对的效率就越来越低。这就是美国自己要想办法去解决的问题。那当然，现在又上来川普这样的一个到处得罪人的总统，特别是刚刚看到那个对印度人直接去嘲笑他的口音，我真的觉得川普可以再得罪人再多一点，你用力干嘛？好，因为他讲说 tough accent 哦，所以这对印度人来说有一点羞辱哦，这不止羞辱欧洲人，还要羞辱印度人。大使，不过印度人自己要怪自己，他那个以为他那个是讲英文吗？对不对？他那个口音那么重，大部分人都听不懂印度人讲什么英文啊。好像嘴巴里面含了一颗那个橄榄的那个核，哈，没有吐出来。可是会不会是因为他们的发音的关系？对啊，所以他讲的不是英文啊，所以他以为他讲的是英文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印度人他自己要走到国际场合的时候，他那个讲的不是英文，人家听不懂就不是英文，所以英文还是有标准腔啦，英文大概就是以美国腔为主了，对，所以那个印度记者说实话，他那个英文别人听不懂，他自己应该找翻译，对，要不然真的印度人讲英文的时候，很多人都听不懂，不止川普比较直接一点。他说我一个字都听不懂，不会有一天英国人讲哦，川普也说我听不懂，因为你不是讲美国。是没错啊，所以英国人他自己到这种场合的话，说实话，他们应该找个美国人帮他翻译一下。好，大使要帮我们讲，他不能假设他讲的就是英文了。好，那整个局势美国的这个国土大啊，天灾当然是无法避免的啊。那问题美国的出在就是它的救灾体系的问题，对不对？还有它的预先防范的问题。那像这个加州的这个山火的问题，川普已经指出来是预先防范不足啊，水源要他去调度，他不去调度啊，然后他们那个 LA 的那个消防局局长全部外行啊，对不对？他只注意那个所谓的那个性平的问题，他根本没有专业嘛。然后他们的市长也不称职啊，人家跟他讲说要烧火了，你不要到那个非洲去了，他仍坚持要去。所以它整个是一个防灾体系啊，不管是人在心理上，还有实际的物质上的他们的准备都不够，所以美国很多东西习以为常，以后啊他就不晓得别人比他进步多少，对，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其实美国这些历年来这个灾民也蛮惨的，可是美国是社会大主人，他也不在乎啊，很多人房子烧了，房子被毁了以后啊。他也没有得到赔偿，就变成什么？就变成无家可归嘛。那美国也没有足够的社会福利制度去救济，所以这个国家事实上很多时候真的，他老百姓有时候说穿了就是自生自灭了。对，你有时候你无法相信，如果美国这个社会是有社会制度的话，那你去看美国的大城市，那些游民从哪里来的？那游民怎么会产生啊？对不对？所以它那个数额之庞大，让你真的难以相信。这里面就跟他们这些整个的体系，我觉得美国这个体系是应该要大修了。可是川普的修法呢，是不是对？也许是对，因为美国你看内部这些投资都不足的时候啊，他们还拿钱去资助这种国际恐怖团体，对不对？你像比如说基地组织，我们都知道宾拉登最后怎么样？宾拉登最后就把美国的这个资本主义的这个经典的建筑把它炸掉，就是纽约的世贸大楼，就是宾拉登这个基地组织干的啊。结果办基地组织的是拿美国的钱，你说这个事情美国是不是要好好去反省一下？另外这个叫这个另外一个叫博科圣地，大家都不知道这个组织在哪里？这个组织在乃吉利亚。乃吉利亚跟美国有什么冲突？美国也去支持那个地方的恐怖组织，所以真的这个用心不正最后就反噬到自己国家了。对，就是自尝恶果的情况哦。这个将军，这个96年飞弹危机的时候，那时候美国为了力挺台湾，派了独立号航空母舰到台湾来，穿越台湾海峡的时候，那天晚上台湾海峡大雾茫茫，然后美国独立号航母的舰长坐在舰桥上面。突然，这个值更官跟他报告说，前面发现一个灯号，有一条船在那个地方，向我打灯号。那舰长就跟他讲，你告诉他，叫他让开。就值更官去打那个灯号，叫他让开。就值更官回来跟他回报，报告舰长，他说他不让，他叫我们让开。哇，那独立号我是航母舰长啊，就马上跟他讲说，这个你告诉他，我是美国这个
这个美国这个航空母舰独立号叫他让开，结果他又打去打灯号，结果对方回了他的灯号是什么？这个我是吉贝岛的灯塔，你要不要让开？随便你。当然这是一个笑话了哈，可是你会发现，美国这艘航空母舰这个杜鲁门号会在这边碰撞，是不是就等于是完全就是一个军事上笑话？你航母来讲，你自己把 AIS 关掉，我在这个特别讲一下，你这个 AIS 关掉，你好歹我们停车故障停路边，你会打个双黄灯吧？那你连双黄灯都不打，那你让人家的船过来，对方那条船有开这个 AIS 哦，那你的值更官在干什么？这个你把 AIS 关掉，你让对方看不到你。那天是晚上11点钟，他在那边等着要过苏伊士运河。那这时候突然人家对面的船看不到你的这个 AIS 信号，他当然就往前面开。等他看到你的时候，已经来不及嘛，因为你不但没有开 AIS， 你也没有挡住。我跟各位讲哈，这是有多严重。如果说这条船是恐怖分子，是这个胡塞组织来讲的话，这条5万吨那么大，它里面只要装1万吨的 TNT 炸药，就把你这个杜鲁门号炸掉了，那有没有可能？事实上已经发生了，只是说这条船它只是一般的商船，它不是恐怖分子的船。那如果说是像这个恐怖分子开一艘带这种船可以靠到你那么近，然后甚至跟你发生碰撞。那第二个我在讲哈，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你知道杜鲁门号美国11艘航母又少了1艘了。你不要小看这么一个碰撞，美国现在很尴尬一件事情，他要修这艘航母，他一定要有船坞。那现在有没有船坞让他上船坞去修？因为我看到碰撞的地方刚好是飞机升降机的地方，是水线以上，可能人员没有伤亡。可是你如果说是飞机，你上不了这个升降机来讲哈，你上不了甲板，你就弹射不出去嘛。所以我认为这艘杜鲁门号可能要回去修，这一修好最少是2年时间。那试问一下，现在在红海，如果说美军没有航空母舰的话，那你怎么去力挺以色列？不要小看这一件事情，对整个中东的变局都有很大的影响。从这个商船碰撞跟航母之间哦，可以延伸到以色列这边的局势发展。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您持续加入节目现场。好，接下来我们要带大家讨论到就是美国国务院它最新官网有进行更新了，当然有讲到一些台湾这边的部分，但是我们带大家来看中国大陆这边他们是怎么讲。其实美国国务院更新官网美中关系的简介页面其实它用字比旧版更强硬而且只说中国大陆试图操纵以及颠覆国际组织的标准制定的一些机构，包含它点名到了联合国，还有各种区域的论坛。已在全球推进中共的目标好，那它网站有提到3度中共，这也是旧版前所未有的。好，那美中现在贸易战升温嘛，所以美国的企业其实在中国大陆市场，他们也是蛮错的。我们看到美国商务部也将美国的成衣业 PVH 以及生物科技集团英美纳列入不可靠实体的清单。那美企在中国市场的营运就面临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那现在面临这样子中国大陆的制裁，美国企业当然希望可以寻求对话嘛。好，《金融时报》就说了，这些在华的美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美中之间正在酝酿的贸易冲突的前线，所以希望能够解决黑名单的相关问题那期待达成一个积极解决的一个方案。好，川普成立了能源这个委员会那当然我们看到他在签行政命令的时候就告诉了记者说，我们将在能源领域占主导地位，而且这会甚至不包含我们将为所有的 AI 工厂生产所有的电力好，那这个 AI 的电需要是现在的2倍至少是现在的2倍。所以川普的内政部长就说，美国正在跟中国进行 AI 军备竞赛，我们要取胜的唯一方法就是生产更多的电力所以不止贸易战，什么事情都要竞争，连 AI 也要竞争，所以首要就要发展电力。好，但是讲到这个 AI 其实中国大陆 AI 已经也很厉害了。我们看到 DeepSeek 这个让美股啪啪啪在春节的时候掉到不行。好，网易让 DeepSeek 来翻译这个答案蛮震惊的他翻译哪一句话呢？这个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然后 DeepSeek 翻出来的英文
文哦，我就不细念了，但是他翻的确实也蛮有文学的风采哦，让这个王毅蛮震惊，大家都蛮震惊的。好，那美国的专家也喊话说，这个 DeepSeek 创办人有联络自己，像是这一个是中国大陆博主林毅有跟知名作家古格里祖克曼哦，他们在节目上面就谈到了这个 DeepSeek。那这个呢，作家他就说，他觉得这个梁文峰这个 DeepSeek 的创办人，他希望跟他能够联系哦，希望能跟梁文峰谈谈，他想讲出梁文峰的故事哦，可见是在国外蛮有这个看头的哦，所以当然作家也希望能跟他联系。好，那微信这边哦，在这个测试也接入了 DeepSeek 哦，就是腾讯16号证实说，微信搜一搜在调用混元大模型丰富了 AI 搜寻的同时哦，近日也正式的将灰度测试接入了 DeepSeek。然后将进一步的提升平台内部的一个生态的效率。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哪吒哦，最近它的票房已经超过了116亿，排名全球的第11名哦，而且说这个暴打美国队长4哦，已经跟美国队长可以互相的这个攻击了。好，那当然奥斯卡评委也说真的很棒，希望你可以角逐2025的奥斯卡，他说他会投票。美国的观众也说很棒，我们先来听听美国观众怎么说。Dynamic between Neja and his family. That's what really got me. That got me right in the heart. I will do my best to bring people to see this. Seeing Neza 2, I thought it was a really good movie. I feel like I learned a lot about Chinese culture watching both Neza 1 and Neza 2. I thought the story was a lot more interesting and the visuals were just a lot more stunning. I hope more people in America give it a chance. It's a really good movie. 好，刚刚有看到吗？这个美国观众的这个额头上面也画了一个哪吒的这个标志哦。好，这哪吒2海外版的台词哦，其实这个翻译成英文很厉害的地方就在他们还记得要押韵哦，像是什么 blood、untold、breath、death。哇，这哪吒2的台词翻译里面哦，理解中国大陆的一个自信存在哦。好，但我们首先就问彬哥哦，目前来看哦，现在这个整个 DeepSeek 啊、AI 啊，还有中国大陆的发展。其实今天美国国务院官网更新措辞变得这么严厉，而且另外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他把美国不支持台独拿掉，所以这代表什么讯息呢？虽然美国国务院说没有，这就例行更新，没有特别的意思，可是这真的没有特别的意思吗？你没有特别的意思，你干嘛做这些东西？你一定是有含义存在，所以看起来中美接下来可能冲突会进一步扩大，那台湾在里头到底会被扮演什么角色？因为他如果对中国大陆用措辞如此严厉，而且更重要的就是他把不支持台独拿掉，是不是他想要来操作台湾这颗棋子？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台湾应该要怎么样去因应这个东西？我拜托赖清德总统赶快跟你这个国安团队再开会去了解一下，要掌握一些讯息，不要到时候被人家卖了都不知道。现在乌克兰已经被卖得这么惨。我不知道台湾到时候会不会被卖掉，所以这真的要赶快仔细去研究。那当然，美中的冲突会一直持续不断，因为这就是世界第一跟世界第二的竞争嘛。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他所有在这中美两国之间的这些厂商也好，所有人员也好，都一定会受到波及，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那可是川普，你看，我觉得川普还是很厉害，他马上说我们要直接成立这个 AI 的这相关能源委员会，然后来强化它的电力的供应，这是很正确的啊。因为我所有人都知道 AI 产业你要发展，你必须要有源源不绝的电力。你没有电力的话，你根本做不了什么 AI， 你也想都不要想。结果我们台湾现在也在跟人家说我们要发展 AI， 结果我们的电从哪里来？根本不知道，我们还在废除核电，这不是反其道而行吗？所以我真的觉得。我们的政府，你真的有心想要发展 AI 吗？人家都已经是美国爸爸的示范给你看，应该怎么做，然后我们还不要做，那所以我真的不懂，我们到底是真想发展，还是根本就只是骗老百姓？那王毅这一段话，其实很多人说他是引自金庸的小说，因为这是《九阳神功》里头的一段，实际上跟大家讲，这是《金刚经》啊，这是《金刚经》，金庸当初抄《金刚经》的。然后现在王毅不知道是从《金刚经》还是从《九阳神功》看来，我就不晓得。那这几天大家都很疯，包括去问 DeepSeek 啊，去问很多ChatGPT 啊，看这一段话到底如何翻译。我已经看过5、6种不同的翻译，真的还蛮厉害。所以我也觉得蛮特别的。因为昨天杨永明老师坐在我旁边，他现场也问 DeepSeek， 然后 DeepSeek 也翻译出来，跟我今天看到这个版本不一样。所以我不知道他们是。随时根据不同人的问法会有不同的翻译吗？我不晓得，我还觉得蛮特别的。那
当然，其实你从最近就可以看得出来，我最近也常在问 DeepSeek 一些东西，他其实你会觉得他有的时候还蛮有趣的。我甚至前2天问他说，那个叶元之被罢免的几率到底如何？结果他还漏等写了一大篇，所以我觉得到底如何？如果他没有给确定答案啊，他就把各种正反两面都分析了一下，所以我觉得这个 AI 再继续发展下去，可能我就没饭吃了。好，大师，这个现在就是说，美国这个川普啊，他的整个政策都是怎么讲呢？都是前人所不敢做，然后呢，前人所不敢言的。那其实他讲他要给 AI 供这么大的电力啊，其实他背后的背景是他要在美国怎么样大量的开采原油，对，因为他认为这个所有的环境的法令都是限制美国发展的，所以他最近在他的那个能源部长出来讲话，他的基本上他说，我这个能源部长基本上就是要让美国的能源的潜力充分的发挥。因为川普进行了那么多的贸易战也好或者说是这种这个事实上很可能招致美国的这个消费品整个上涨的这些贸易战。那事实上他唯一的解方就是怎么样？就是降低美国汽油的价格。降低美国汽油价格的这个答案在哪里？就是美国自己产更多的石油。他说，美国有全世界最多的能源藏在地底下，而且我们的能源都是很干净的、高品质的。我也不晓得他凭什么说他们美国的能源就不污染所以他现在就是说他要大量的专油。他另外一个理由，他也说 AI 也需要大量的电力所以这个电力多重要。那所以我觉得基本上都是为了他这个政策做一个配套的一个说法了。不过整个来讲，就变成就是说，这次你可以看王毅事实上在欧洲讲话，可以说是气定神闲他讲这些话的意思背景就是说你美国那么强横，对不对？你强，他这个强就是美国的强，那就是说你闹你就闹，我这边我是怎么样咬定青山不放松我是怎么样？我是心里很定的，我也很有底气的。就让你去耍吧，耍到最后看是你赢还是我赢。所以这次欧洲的这个慕尼黑会主持人特别有个问题，就是说在中国他说你展望一下中美关系如何？那我就说中美关系当然是合则两利他说如果闹起来的话，不但对中美不利，对世界也不好。所以基本上是要能够跟美国和平共处。可是他说，如果美国执意要挑衅的话，那中国大陆他用4个字，他说奉陪到底。那接着他就讲这两个句子，意思就是说，你强也我看你也强不到哪里，对不对？你耍横的话，到最后也不见得达到目的。好，怪不得要叫 DeepSeek 来翻译一下，不然美国人听不懂。好，将军，这个过年的时候 DeepSeek 刚出来的时候就有朋友。叫 DeepSeek 帮我写了一首长头诗他真的会作诗你各位可以看一下，你看他长头诗写的内容我详细我不念了第一句，但是第一个字将军春节喜庆团圆这个还都有押韵，所以他真的会写诗。那我特别为什么我说他要写诗这么重要呢？因为你看看不管是王毅这段话。他将它用英文翻出来，也就中翻英翻的也真的很到位。那英文也可以翻成中文这都没问题。那为什么可以做到这种程度？因为这个梁文峰他那个139个这个他们那个工作的这个团队里面有很多各种人才，他不是只有理工的人才，也不是只有 AI 的人才，他有一些甚至于是文学的这种顶尖的人员在里面。所以他提炼这些资料里面有包括中国文学历史文化的东西都有，元素都有。但是我记得 DeepSeek 刚出来的时候，这个很多人在这个泼脏水嘛，说他是偷这个 OpenAI 的很多资料，还特别画一部漫画在羞辱他说是有一个小猫在池塘里面钓鱼，那个鱼钓出来放在旁边的他钓的这个鱼桶里桶子里面，就这个 DeepSeek 就从那个桶子里面去钓鱼，我还记得有这个漫画。川普的贸易战呢，是不是损人害己因为他现在
是在学拿破仑吗？效仿拿破仑的名言哦，说救国家就不是违法。这个是川普啊，他在他的社群网站发文说，拯救国家的呢，并不违反任何法律。这是不是在暗示，在面对多重法律的挑战之下，他将持续抗争，针对他总统的行政权力的限制呢？当然了，现在呢，川普的关税来势汹汹，很多的这个贸易顺差股呢，可能会成为首波的目标，包括了中国。中国呢是对美贸易顺差最大的国家，去年啊，美中贸易啊这个逆差达到了2954亿美元。再来是欧盟，欧盟的这个贸易逆差也达到了2356亿美元。那作为欧洲的最大经济体哦，德国是848亿美元，位居第二。意大利呢，则是440亿美元，排名第三。那美中贸易现在贸易战升温的话，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现在是前途未明啊。这个是中国大陆的商务部啊，将美国的成衣业者PVH 以及生物科技集团这个美纳列入了不可靠的实体清单当中。那它旗下呢，包括 CK 啦这些知名的服装品牌哦。现在呢，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营运面临的一些不确定性。那许多的美国企业不愿失去中国市场，都表示正与有关方面在对话当中，希望能够解决被列入黑名单的问题，期待能够积极的来解决方案。所以，像美国企业是非常紧张这件事情的。那再看到汽车关税德国、日本、韩国会不会跟着紧张起来了？因为现在美国呢4月号要开征这个汽车的新关税，那德国、日本跟韩国现在会受创非常的深。川普多次强调，美国汽车出口在国外市场受到不公平的待遇。那现在包括了德国的福斯汽车它公司在美国约有80%是来自进口的。韩国的现代起亚在美国的销量65%也是来自进口的。所以现在关税大刀要砍向汽车，日本媒体也很担心日本会受到重大的影响因为日本每年销往美国的出口品项当中最多金额的就是包括了自小客车还有卡车在内的汽车。2024年一整年出口金额达到了6兆261亿日元约新台币1兆2000多亿，占日本的整体出口额来到了28.3%。那韩国的部分来看到，川普如果汽车关税砍向南韩的话，营业利润会大减900亿。去年南韩出口到美国的汽车高达了153万辆，大约是52兆的韩元，大约是1兆1000亿台币。那现在也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我们来看到，现在肖兹要会见王毅谈到电动车的关税希望能够赶快解决经贸的摩擦。王毅怎么说呢？赞赏德方在对欧盟以及对中国大陆的电动车关税问题上呢，保持理性而且务实的态度。那肖兹怎么说呢？反对保护主义不赞同开打关税战。那希望呢，欧盟跟中国大陆能够尽快妥善解决摩擦的问题。那除了这个关税问题之外呢，接下来就是 AI 的科技大战了。现在中国大陆要迎来高光的时刻了嘛？因为科技战要赢大陆现在川普呢设立了能源会，要提供 AI 庞大的电力来因应他们的需求。但是川普你对半导体课征关税，现在美国媒体也担心说 AI 的竞争恐怕会功败垂成，因为如果以50%的关税来做评估的话这个如果这样计划会受到受限的话，成本也会增加，大约会增加1000亿的美元情形那我们再来看到这个 DeepSeek 带望陆科技的企业，环生指数呢也出现大反攻的情形拥有阿里巴巴、腾讯、小米等这些科技的这些企业的港股，截至14号收盘，环生这个科指内大涨了23.7%。好，那再来呢，这个 DeepSeek 带火辉达的 GPU 连这个库存净销售的型号都被抢购一空，供不应求了。那再看到现在包括了这个微信接入 DeepSeek。真正的王炸组合出现了，腾讯说正式的这个正在测试用户可以免费使用所以这个王炸组合呢，现在很多的网友呢也非常期待。再来，这个 DeepSeek 有没有可能新能源车也会来做使用？现在也引发大家讨论，因为包括了比亚迪的高阶智慧驾驶系统天神之眼将是自动驾驶领域 DeepSeek 的时刻。那现在呢，把深奥的搞懂价格昂贵的先进技术下放到
低价或是免费的产品上面哦，这个可以造福非常多人。先请教杨老师，杨老师怎么看现在的川普的情况？川普总统再上任满月，是他已经推动这个2.0的关税战。1.0的关税战其实主要是针对中国大陆，那有一点钢、铝跟洗衣机，但影响不大。2.0现在1个月啊，已经针对矛头指向全世界，而且我把它分为4大类，现在都出现。第一大类就是中国，这个10%的额外10%的税已经从2月14号开始，中国大陆也反制。第二大类就是加拿大、墨西哥，那在2月4号它延后了1个月，所以到3月4号，我们看这个25%会不会真的磕下去？是。第3大类呢，那就是我把它叫做关键产业的进口关税，这个就很多了，是它已经针对的就是钢、铝啊，25%划一道线这样下来，影响到了欧洲啊，然后呢加拿大、墨西哥跟南美洲的国家。接下来你看到它这个汽车，对，美国的汽车，它的统计数字有1/4是进口汽车，这个不包括从加拿大跟墨西哥进口的哈，因为那个是自由贸易协定，是，所以在北美以外进口的，在美国的这个汽车1/4，那大概美国进口的汽车客车的部分哈，小客车的部分就是 sedan 轿车，是大概是2.5%的关税。那可是欧洲对外来的车子进口，比如说美国的车或日本车进口到欧洲联盟10%的税，日本也蛮高，我们台湾当然就更高。所以它现在这个汽车的部分呢，如果会影响到日本的话，大概日本每年输出到美国的汽车来到了有将近6兆日元，占整个日本出口28.4%，这个不得了。是，韩国也是，韩国也会受到影响啊。因此，这个汽车是一个问题。那接下来还有哪些关键产业？还有2个，他都点名过了，半导体，半导体跟我们台湾有关了。是，还有一个药品，那药品它只蜻蜓点水提到，我觉得接下来他会提到的哈。那第4类就叫做贸易顺差国。那这个贸易顺差国，我们这边有提到了，我们台湾排第几？我们台湾其实大家以为排第6，其实排第5。为什么？因为爱尔兰、德国他们都是在欧盟的这个项目之下，所以在就是说采取关税的报复的情况之下，会提高关税，它不会是以提高德国或提高爱尔兰，因为它这一个整体，所以中国、欧盟、墨西哥、越南就是台湾了。是。那因此，我们台湾去年对美顺差是739亿美元，那相较于2023年增加了55%。其实很简单，因为美国人要买一大堆我们的半导体。对。但现在呢，你看到台积电被这样子压迫过去，要去把在亚利桑那的要增加投资，甚至我觉得最后有一天亚利桑那会跟台湾的切割到美国的纳斯达克上市，那就真的变成美积电。然后呢，现在要求台积电去协助 Intel。变成 Tintel， 也就是技术协助，他把台湾的技术偷走。不过我跟你讲，台积电帮 Intel 去做，也打不过台积电在台湾帮 AMD 做的晶片。所以呢，但不管怎么样，你去帮助你的敌手打你自己，然后呢，从台湾的出口又会减少，因为我们过去对美国的出口来到就是半导体去年35%。那你觉得如果现在在美国的亚利桑那出货的话，那台湾出货就会减少嘛？对，所以我们的出货减少，就影响到我们的 GDP， 影响到我们的所有，影响到我们的出口贸易，影响我们 GDP， 影响很大耶！啊，这个时候你还说国防预算要增加到3%，增加2000亿，对不对？你整个缩水了之后，你还增加了2000亿，2000亿是70亿美元。讲句实在话，70亿美元，川普是看不上眼，太小了哈，太小了。可是对台湾多大？那你2000亿台币，如果你在比如说扶植我们的半导体产业，扶植我们的这些大学的半导体人才，以及再教育，这个2000亿可以好好的用啊。所以我就不了解现在他们的这个策略。最后这个 DeepSeek 我讲一下哈，你要讲中国怎么讲，美国怎么讲，这都不算了。是日本人怎么讲？日经在3天前，日经新闻呢，他说日本 AI 研究第一人是怎么样评价 DeepSeek。那是东京大学工学院的教授，叫做松尾丰。他说 DeepSeek 很出色，性能跟营运呢和 ChatGPT 接近。然后呢，这个 R1 呢，最后展现出跟
OpenAI 01的同等这个推理性能，而且中国已经在论文的 AI 研究数量上超过美国。他觉得中国有这样子的 DeepSeek， 其实是一个很高兴，也就是说符合他整个国家对 AI 重视的发展。是好，请教卓教授怎么看呢？好，我们首先要注意到，川普的这个关税战呢，他把关税其实分为，他要新增的关税大概分成3种。第一个呢，就是这种像对于墨西哥、加拿大，他所提出来说，针对这个芬太尼啊，针对这个非法移民啊，他认为这些他这个外交上他要推动的一些具体的政策，他用关税来作为一种谈判的工具。第二种就是他要针对所谓的不公平贸易行为的这种关税。那像他对于这个钢跟铝，他都有这样子的看法啊。那钢跟铝呢，因为他这个其实他认为说，这些国家可能是有补贴啊，或者它生产结构上是比较有利的情况下，那对美国就构成了不公平的贸易。第3种未来还没有出来的，但未来可能会出来是什么？是针对要提高美国政府这个收入的，因为他这个马斯克要推动这个所谓政府的规模的减少，然后要减税。那么这些都可能会使得这个川普的这个未来的这个政府税收会出现问题，会缩减，然后呢，这就进一步会提高美国这个偿债能力的信誉，所以他必须要通过关税来这个增加收入。是。那现在这3种关税战，它是不分你的亲疏关系的，只要是你被他认为是有他谈判的需要，有不公平贸易行为，甚至是有利可图，他都会收税。所以这种情况当然就会引起整个这个美国的盟友啊，美国的这个朋友们，大家都人心惶惶。那现在欧盟这个问题，其实跟汽车的问题，其实是一个让美国的这个盟友最头痛的事情。因为主要几个汽车出口大国，除了中国大陆之外，很多都是美国的盟友啊，像德国、日本、韩国都是。那因为汽车它涉及到2个部分，第一个它使用钢铝，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它因为本身它也涉及到美国在铁锈带的工人，其实钢也是啊，钢铁因为很多的生产，美国9个炼钢厂都在铁锈带，所以不管是汽车或是炼钢，都是跟铁锈带的工人有关，也就跟这些国家的这个出口呢会息息相关。那他们现在要怎么办？只好谈判呢，通过投资来解决啊，通过这个扩大对美国采购来解决啊，这个大概就是符合川普的一个想法了。那当然，川普现在要他们做什么事情？增加天然气的采购，到哪里去采购啊？到阿拉斯加去采购，这个其实是大家是比较容易忽略的地方。为什么？因为阿拉斯加的这个天然气呢，事实上它的这个生产呢还没有真的开始。它还是需要投资它的这个基础设施，这些其他的基本条件，才能够去把它转化为可以出口的这个液化天然气。所以未来现在日本已经开了第一枪嘛，就是说日本要投资1兆美元啊，1兆美元来，当然就包括了天然气的投资。那当然这就做了一个很好的样板。那其他国家当然川普就会比照办理，所以未来跟关税跟这个投资活动的谈判会持续而来。现在比较令人担心就是他把台积电也一直把它当作是一种不公平的这种行为，这是一种他一贯的这种说辞哦。而这种说辞其实某种程度就支撑他把这种对台积电的这种所谓的谈判啊、合资啊、关税啊，甚至未来可能的各种压迫行为呢，就变成合理化、长期化。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我们要密切关注的。好，请教张将军。那个川普他打这个关税战，我认为对台湾影响很大。是，虽然表面上看不出来，但是我认为暗潮汹涌，会造成台湾3空。3空啊！3空。我认为第一个半导体，尤其半导体，他讲说台湾偷了美国的晶片技术，是，然后他偷了没有，然后到要这个台积电去帮助这个 Intel，那这样的话，整个的我们台湾的这方面的优势。晶片半导体的优势就没了，是。那这是台湾优势流失的话，我认为一空就是我们半导体会到美国去。半导体是一空，这是我们的一空，半导体空掉了。第二个，我认为我们的国家的这些相关的预算，因为国防预算要到了5%，是我们明年的话，2026年的话到了3%，就到了8000多亿，到了5%的时候，到13400多亿台币。你看看，这是破兆，不得了了，已经就破兆了嘛，13400多个亿，不得了的事情。那这样的话会造成我们台湾这方面的这方面的我们讲我们的资金，中央政府的总预算空掉了，因为怎么已经买武器了，就用掉了。然后如果到达川普另外一个说法是到达10%，10%的话
26000多亿，就是2.6兆了，那不得了，那台湾这真的是空掉了。是我认为2空就是这个，因为国防预算太重，造成我们的包袱太大。第三个，我认为它加关税，因为去年的时候，我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是739亿美元，所以川普认为我们赚太多，台湾钱太多了。那这样的话就加关税，一加关税的话，外资就会跑掉，因为加关税的话，卖到美国东西贵了，那就没办法，你就会对美国的顺差要降低啊，到美国贵了，到美国贵的话，那外资跑了，那我们台湾的这个本地的这些资本家，他也要到美国去了，是，那台湾的整个就业市场，台湾会变成空洞化。那因为我们台湾是以外贸为导向，所以我就认为这第三空啊，会让台湾本土的产业会被掏空。是，好，我们再看到就是现在美俄针对这个乌东形势，这个乌俄形势要搞小圈圈了吗？因为现在呢，美国要结束乌俄战争，但是川普啊高层将赴沙烏地阿拉伯进行谈判，包括了像卢比欧以及瓦尔兹以及魏科夫大家要进行到沙烏地阿拉伯进行谈判。但是泽伦斯基怎么说？他说啊，没有看到任何邀请乌克兰跟他国特使会面的一些消息，难道他是被排挤了吗？好，那乌克兰没有受邀之情况之下呢，美国高层呢要到沙烏地阿拉伯跟乌俄谈判，俄罗斯代表团保密到家。CNN 报道，现在俄罗斯呢正在组建高阶官员谈判团队，直接跟美方会谈，包括了政治、情报还有经济圈的高层人物。最近啊，还有在美俄换球当中扮演关键角色的俄罗斯官员德米崔耶夫也会在里面。那现在问题回来了，现在美俄外长已经通电话了，保持定期接触已经彼此有了通电话了，说一致同意保持沟通，为俄跟美的元首会晤来做准备。那现在美国不讲理啊，那泽伦斯基是不是大梦初醒啊？现在啊传出川普要提议让美国拥有50%的乌克兰稀土矿，战后愿派驻美军来做保护，50%非常重。那泽伦斯基拒绝了，他说拒绝川普要50%的稀土协议啊。泽伦斯基说不符合乌克兰的利益原则，所以看起来好像泽伦斯基开始醒过来了。那现在呢，包括了一些乌克兰的一名资深官员啊，向《金融时报》表示啊，基辅啊正在试图谈判一份更好的协议。那泽伦斯基呢，希望让欧洲其他国家在内的国家也能够参与开采矿物。那在这件事情上面呢，他们承受美国的巨大压力啊。那美国的国防部部长呢，现在也提出说，由川普来定夺乌克兰是否可以永和。泽伦斯基说啊，作为和平协议的一环呢，乌克兰应该加入北约或永和来得到安全跟保障。那美国的国防部长就说了，画红线的不是他啦，最终只有川普总统能够做决定，任何的立场是否有谈判余地或变动，所以都把它推给川普了。那现在呢，欧洲是不是排除在外啊？现在美国特指说，欧洲不会参与乌克兰的和平协议谈判。那现在讨论这么久，欧洲不在里面，那这个包括了俄乌的特使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直接表示说，哎呀，欧洲也不会有发言权。那是不是被华府看扁了？泽伦斯基直接讲了，欧洲建军的时机已到。他说，成立欧洲军队共同抵抗俄罗斯欧陆不能再依赖美国的保护，要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才能够赢得华府的尊重。那包括了面对川普独断跟普京会谈，马克宏现在17号要召开欧洲的紧急高峰会，要来讨论乌克兰的问题了。那德国总理肖兹呢，现在也说必须要拥护乌国的主权，乌克兰的主权他说，俄罗斯的胜利或是乌克兰的崩溃都不会带来真正的和平。那现在包括英国首相也讲话了，他说显然欧洲必须在北约当中扮演更大的角色。现在看起来好像把欧洲各国家都激怒起来了。那现在和平是不是要靠中国来出手呢？王毅会晤北约的秘书长重申政治解决乌俄的战争立场。这个是王毅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会见了北约的秘书长吕特。那吕特是说了，希望中方尽早和平解决乌俄战争发挥的这个作用。那王毅怎么讲呢？王毅说中方愿意继续为推动政治危机政治解决建构均衡而且有效持续的欧洲安全的框架来发挥建设性的一些作用存在。好，那乐见美俄达成共识。王毅说，谈乌克兰危机说，任何冲突终点都是在谈判桌上。
那王毅呢会见乌克兰的外长，也重申中方愿意为和平来做奔走。这个是乌克兰外长说啊，乌克兰高度重视与中国大陆的影响。那现在呢，这个中方秉持着客观而且平衡的立场，期待中为全面实现那个全面公正而且可持续和平发挥作用。好，我们先请教一下这个杨老师，杨老师怎么看现在包括了这个居然搞小圈圈啊？这不是小圈圈啊，这是大圈圈，这就是国际政治的丛林法则。它就是强权政治。其实一直都是如此。是。那俄乌战争，我的解读就是拜登的代理战争。整个其实1998年的时候啊，美国把俄罗斯邀请进入到他的小圈圈，是，那就是 G7 变成 G8，然后呢换北约部分的东扩到中欧。可是你看到从2004年、2010年、2014年、2022年，美国就不断的在推乌克兰加入北约，然后呢，乌克兰的颜色革命，最后导致克里米亚在2014年离开，然后2个顿内茨克、卢甘斯克的这个战争，2022年终于爆发大规模战争。是在2022年2月24号之前的1个月还有可能外交处理。但是拜登拒绝。2022年2月24号之后的2个月，第2阶段会议的时候，曾经乌克兰、俄罗斯2位元首泽伦斯基、普京有可能和谈，拜登拒绝。拒绝之后呢，泽伦斯基还自己通过一个法律，禁止自己跟俄罗斯和谈。所以现在川普上来了，川普就一直在骂拜登，这个战争不需要发生的，死了几十万人，然后呢？千万人的难民，美国人花了，他是说3000亿，大概才1000多亿美元，1000多亿美元不得了。所以，川普觉得我花了1000多亿美元帮你打仗，那现在你当然要用你的稀土跟矿产来还给我啊。同时，你要结束这个战争，要达成和平，因为战场上乌克兰已经没有机会了，是征兵都不到10%的人愿意往前线了，下到17岁，上到55岁。所以呢，和平停火，大家都希望如此。那这个时候，你还要把乌克兰放进来，欧洲放进来，我们所有的这些都是西方媒体、欧洲媒体在报道的，那根本不可能。因为俄罗斯觉得我就是跟你美国谈，因为这是你美国发动的。所以呢，川普上来之后，他现在提的要求哈，我承认你克里米亚，我也接受你在顿内茨克、卢甘斯克的地位。但是你能不能够考虑？我甚至可以废除这个经济制裁，停掉经济制裁，美国方面的。但你是不是可以考虑，比如说像是扎波罗热、赫尔松能够退出，也就是他现在所占领的这个占领线能够缩小一点？这是他们现在谈判的，也就是马上的这个重要的重点，是而不就只是简单停火。目标应该是在4月20号的时候呢，会达成一个停火。那他们也希望3月初的时候，川普和普京到沙烏地阿拉伯。所以现在你看到，等于是三大最重要的官员嘛。对，俄罗斯这边也是都到沙烏地阿拉伯去谈。然后呢，2个老板就过来谈定了之后，就把刚才讲的这些比较复杂的东西。那可是更进一步，大家关心的是，那乌克兰的安全呢？欧洲的安全呢？乌克兰的重建呢？还有，到底这些被占领区域的法律地位呢？这其实都是很难处理的问题。这个时候，大家才发现，哇！我刚刚讲到丛林法则、强权政治，因为在川普的心目中，强权就3个国家，美、中、俄。俄国是因为还是有核子武器，而且在俄乌战争当中，它是当事国，所以呢，这个时候所有的欧洲国家不骂中国了，倒过来希望中国能够去影响俄罗斯。或影响华盛顿，让欧洲跟乌克兰在未来美俄的谈判当中，至少能保留一点颜面，因为最后可能俄罗斯也希望的，欧洲国家也要停止经济制裁，或者是开始继续的采购俄罗斯的能源。不过这个到了后面的阶段，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阶段，川普就是要干下去，而且这个方式也蛮快、有效率的。你不觉得这就是国际政治的丛林法则吗？
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继续讨论。欢迎关新闻大白话，我是罗王哲，来请教一下张将军，怎么看这样的情况？那乌克兰的它的未来由美国跟俄罗斯共同决定，他连谈判桌都上不了。他们两个谈完了，美国跟俄罗斯谈完之后，在这个让乌克兰来参考。所以整个这个泽伦斯基犯了战略大错误。战略大错误。战略大错误。他看民调打仗，民调说要收复国土之后再谈判。到现在为止，结果越丢越多越多，人越死越多，被民调仗越出来，跟民调这打仗一定要就军事家、战略家是来做决定，不是看民调。民调说要收复国土再谈判，打到最后通通都没有了。太民粹了。对，这个非常的打得非常的悲惨，非常的凄凉，但是却被卖掉。这是这样子，我打得很悲惨凄凉，但是我有一些所得所获就算了，丢掉那么多国土，12万多的平方公里的土地，对，死掉那么多人，几十万乌克兰人，这些年轻人命丧沙场，怎么办？都回不了了，这没有办法回去了。当初我说这个仗啊，如果外国人不支持，尽快结束，割地都没关系，结果没想到割的现在割那么多，是，然后欠那么多的债，又死那么多人，你看什么都没有，战略错误，战略极大错误，将帅无能啊！你要是害死三句，我说将帅无能，走向灭亡之路。你看走上灭亡，真的是这样的。那将来你看。乌东没有了，他现在本土的自己乌西，这个我们要稀土，通通抵押，美国通通拿去，他还靠什么生存？只能做这个小麦、大豆还有玉米了。你看看这个怎么办？年轻人都没有了，连稀土都要被美国这样，稀土拿去了嘛，这没有了，还欠一屁股债，他欠美国3600多亿美元，怎么还？还包括欠了法国、欠了英国、欠了意大利，还欠了德国那么多钱，要加起来5000多亿美元。的话，15万亿，5000多美，大概15万亿，天文数字啊，15万亿的那种新台币怎么还？还不下去了。我讲过，他如果每一年还1000亿台币的话，要还120年，你怎么还呢？一年还1000亿，不是一年还100亿啊，一年还1000亿台币，是要还120年，怎么还嘛？这个国家，他玩大的就玩了，他被卖掉，他被利用。他被人家战略利用，所以他在这个战争上，他没读过《孙子兵法》，是他读过《孙子兵法》没有不一样。我们大家来看，泽伦斯基应该要读来，要读《孙子兵法》。你看啊，他这些人白白送土，3个没有了，国土没了嘛，国命也没了，那未来的国运也没有了，看不到未来，生灵涂炭，月球表面，所以变成这个国家都被卖光了，所以非常这个战略的错误啊，太可怕了。泽伦斯基啊，这个大概也是目前天下绝无仅有的一个恶例，是一个例子。